现在是4月30号晚上的8点钟，经过了2个多月的淡季，我们店终于迎来了五一小长假。现在店里面已经逐渐开始热闹起来了。今年的3、4月份应该是我们开店以来最惨的3、4月份。整个3、4月份发售的大作我几乎全买了，但是只有一个游戏我们回本了，那就是《实质存在》。这个游戏为什么会这么火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，但它就是玩的人多。然后今年3、4月份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就是我们跟去年相比，我们的营业额环比下降了25%，这是我们开店6年以来第一次营业额下降。今年营业额下降这么狠，我觉得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3、4月份的游戏阵容确实是一般，没有好的双人游戏出现。第二就是拼豆店对电玩店的挤压实在是太严重了，像我身边的同行70%、80%都选择打不过就加入了。大家还真的别看不起拼豆，我们的认知真的已经跟不上了，拼豆这个行业完美的已经不像话了。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行业它没有门槛，然后投入还低，成本还低，回报还高。你这要是放之前的话，我肯定认为这是骗人的，不可能有这种行业。但是这个行业今年它就是出现了，真的是太离谱了。进去一点就弹出来了。但是也算计。被踢掉了。今天又以什么理由请的假？今天回家。啊，确实。如果你把这里当家的话，确实回家。我真没想到今年咱店最火的单人游戏居然是《实质存在》。确实。实质存在这个游戏真的很神奇，我当时买的时候根本没当回事，因为今年买的单人游戏几乎全亏钱，但是这个游戏到的前2天几乎连轴转了2天，直接就回本了。这个有点眼熟。又到了每日游戏小问题环节了，大家知道这2个人物是出自于哪一款游戏吗？我刚刚问了一下老板娘，老板娘完全不认识。不过这俩人物确实也算是这个游戏里比较冷门的了，因为今年才刚刚出现。我竟然发现了店里有位顾客在玩 DNF， 我们店开店这么多年了，这是我见到第3个在我们店里玩这个游戏的。怎么说呢，我感觉玩过 DNF 的人年纪都不会低于30岁了，因为我是上初中玩过这个游戏。他是学中医的，给你把个脉。你真会把脉？我真会。身体挺好啊，很好。OK， 总结就是身体挺好，身体很好。因为我睡觉贼好。他心情好，但他就是熬夜。真的是太离谱了！我们店这位顾客是学中医的，然后现在在我们店已经开始免费义诊了，后面都开始排上队了。别人在问诊呢。问诊你别在这嘻嘻哈哈的打扰人家。你就不用问了，我都能看出来你有什么问题，你进去吧。这里目测可以。这太好笑了。你们怎么开始够上屋了？买药了。这么离谱？现场指导，现场老师在这指导。你们也排上队了？排队来给佳妮看看他为什么会知道。这是排队把脉的，然后这是咨询买药的，太离谱了。今天没想到这么早就开起来阿瓦隆了，而且这一桌阿瓦隆还突破了我们店最大年龄差距，这一桌年龄最大和最小竟然差了24岁，这真的太夸张了。老陈比小陈大24岁，我说使劲儿，老陈都能收一个小陈了。不用使劲儿，大24岁这还用使劲儿？啊？你跟他差多少岁？为什么突然聊到我了？我看你能不能使劲儿收一个。你0几年？你几年？我14年。我靠！现在楼下大厅的2台电视竟然全在玩《实质存在》。这个游戏有个特别创新的玩法，就是你的左右手分别需要干2件事。你左摇杆控制的角色需要移动、躲避和射击，右摇杆控制的角色需要完成一个田字格的解谜。这个游戏属于是左右脑互搏了，我觉得，但是完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。哎呀，看看，大菜这是要回一套家，衣服没有几件，全是玩具。你这些都要放在家里吗？还是回来的时候再带回来？再带。你这回家干嘛？玩。这2天也得玩。刚刚我们在收拾店里的零食，收拾出一大包味之源的鱼尾，然后嘉欣刚在吃的时候，这位顾客说他也想尝试一下这个味之源的鱼尾。我觉得不能吃辣的人千万别吃，吃了是真的受不了，非常的辣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还好吗？还好，后劲有点大。现在还是还好吗？还好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着急想喝饮料？还好。能快一点吗？你们说还好了？还好，能快一点吗？我还好，你们能快一点吗？
我只是有点脸红了罢了。我上次吃鱼尾比你还夸张，直接给我吃宕机了。上头了。今天我们店还诞生了第一个茶杯头的全成就，不光是本体 DLC 也全成就，然后所有的地图全部达到了最高的难度通关。我感觉他得整整打了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，每个周末都来打，这个难度算是非常非常的高了。干什么？就这样，有的时候那个好，来准备。好羞耻啊！你不觉得羞耻吗？我其实是一个 I 人，我是一个社恐的人，愣生生给我改造了。今天店里还来了一位西安的同行来找我玩，他们店今年电玩的份额下降的也挺严重的，不过他选择了打不过就加入。你们感觉今年生意还行吗？电玩嘛，周末还行，我们是2月，不是1月加的拼豆，我操，拼豆现在比电玩就我们这儿是一堆玻璃啊，刚好这儿放了一堆拼豆，对，然后让大家看到。你现在周末的话，你们拼豆营业额都会比电玩要高，这现在就是共识了已经。拼豆才是百分答案。就是拼豆成本低，又赚钱哇，而且好多女生，而且她们有很多时间啊，就一天全在这里。就你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完美的行业啊！对，你们这样就是1星期休3天才能保住本，对，就加了拼豆也刚能达到一个保本的这个线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商场里，成本高。你现在拼豆能占你们营业额2/3吗？70%，2/3还多。对，我去，其实拼豆跟电玩比有个巨大的好处，有小孩，小孩能玩。对，玩主机游戏就这一批人，你10年前玩的人，还是10年后还是这批人玩。对，是。就像那天小片说大片给我说了一个理论，他说20年前看电影的人，还是现在看电影这批人。看电影是这批人，玩游戏的也看电影跟玩主机游戏的都同一批人，那没啥变化，人年轻人就不爱玩。对。小尹非常的好奇，在说这个卡带真的是苦的吗？你可以舔一下尝尝。巨甜。是不是很甜？好甜，我去！真是甜的姐。你以为姐没尝过吗？你以为？感觉来我们店工作的每一个员工都想尝一尝 Switch 卡带是什么味道。竟然他们说还有的 Switch 卡带是甜的，我感觉是忽悠人的，因为我尝过好几个全都是苦的，我真的不信这个卡带有甜的。蘸上面粉，这个就是鲅鱼。鲅鱼我觉得应该是青岛最出名的鱼了。青岛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要在3、4月份，男生要给自己的岳父送鲅鱼，而且送的话还必须送那种大的，就是10斤以上的鲅鱼。不过鲅鱼这个鱼是真的很完美，它整条鱼只有3根鱼刺，而且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，剩下的全都是鱼肉。最重要的是鲅鱼这个鱼它真的一点都不腥，只要你能买到新鲜的。鲅鱼这种鱼就全是肉，几乎没有骨头，吃起来非常爽。肉质紧实，所以我们这都会用鲅鱼包水饺，因为它的肉太多了，没有骨头。其实有很多人对海鱼一直有一个误区，认为海鱼吃的时候一定是新鲜的，但是海里的鱼大部分都是冷冻的，新鲜的鱼只有在开海的期间才能吃得到。像我们这的话，5·1就封海了，所以说5·1之后新鲜的鲅鱼就会越来越少，能吃到的几乎就全是冷冻的了。我不爱吃鲅鱼水饺，我爱吃鲅鱼。他一个人的流派。但是就没有。你看这种煎的鲅鱼多香，鲅鱼水饺哪有这种香味儿？选的太你用油脂一煎的话，鲅鱼的香味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，巨香。你们再晚回来一点就尝不到了，全被他们给吃光了。最近农夫山泉上新了一个30周年的限定回归饮品，我就直接买了一箱。这不是失传已久的红色尖叫吗？我早就想买了，但是它停产了，一直买不着。最近它又开始限定回归了，限时返场。我没记错，它应该是什么人参味儿吧？人参味儿，熟悉的味道。入口柔。红色尖叫是这么个尖叫。哦，喝了红色尖叫都会尖叫了。
我上次喝红色尖叫已经是10几年前了，这一次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了，但是还是很难喝。刚入嘴是一股酸味，后来又来了一点甜味，最后又是一股人参的味道，真的是太难喝了。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红色尖叫一共发售没多久，我们可不可以让它来搞一个限定饮品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不感兴趣的话，请打2。如果打1的人多的话，我就让我们店的科研团队去研究一下。那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，就要给我们投币点赞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的各位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